大家见过人鬼同屋的房子吗？今天我们不是去给姐姐看一个房子嘛？去了解后，我们就往这里走下来，发现了一个房子，让人毛骨悚然。大家看这个房子是不是感觉挺自然的？然后走到这里来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座坟墓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了一下旁边一位奶奶，她说这个房子有点过世。有什么过世呢？就是说，这个房子的这个墓主人啊，是一位年轻的小伙，然后他父亲只有他一个儿子，然后他儿子去世以后，他父亲就很思念他的儿子嘛，然后就修了这个房子。本来想着跟他儿子同住的，他儿子住1楼，他住2楼，结果这个房子修到中途就被判定为是违禁，就不让修了。不让修了，就一直停工到现在。然后当地人看到这个房子废弃以后，就在这上面种菜。看，这也是从别的地方铲泥巴在上面来种菜的。旁边是一个小区嘛，就是多年不让进以后，这上面也无法住人。然后他父亲就把这里打了一个天井，就让这个阳光能够照射进去，让这个坟墓啊。有一点阳光进去就要好一些。大家看，他们当初设计的就是上面做的是一个2室1厅的房子，然后下面就坐着他的儿子，上面呢他父亲就一个人住。但是现在他父亲去哪里住了也不知道。这个房子好像已经修了10多年了，看得出来他父亲是很爱他的，给他这个坟墓也是立了一个很大的墓碑。我们到下面去看一下，这个房子整体的是一个框架结构。它主要是1楼给他的儿子住，2楼他自己住，所以就设计成现在的这个样子。经常都听别人说人鬼同屋，都只是看到他们说房子旁边有坟墓，却没有经过真正把这个坟墓框在房子里面的啊。对。这个小区。这个也是很大的，是一个廉租房的小区，所以说这里的人气也很旺，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也没有那种怕的感觉。这旁边好像是进了一个化粪池吧，是2楼的化粪池，这里面可能也是进了2个房间，也是准备做2个房间，但是后面都停工了，看有没有？这真的能做到人鬼同屋吗？真的能做到上面坐活人，下面坐死人吗？其实具体也不了解。如果说他真的想住在这里的话，其实后面这2个房间是可以坐人的，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来做，也不了了之。但是这上面肯定是不会再建房子了，因为这里已经判定为违禁了，以后都不能建房子了。所以说，他父亲也是来把这上面的顶给敲掉了。让这个坟墓能有一些生机，让这坟墓上长草嘛，因为坟墓它不长草，感觉也不好。对，让它能在阳光的照射下，能正常的住这个屋。对。特意把上面的天井给它打出来了。不知道现在他的父亲是在何处去居住了呢？那也不知道呀。听了真的是有点让人害怕。这里全都是坟墓，现在已经是不让在这些地方葬坟墓了。这是我们见过的第一个，把坟墓建在房子里的。对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，这边全都是坟墓，都是很大的坟墓。就像一栋房子一样，在这里占地面积也是很大的。旁边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平民小区，这个小区是60平的面积，可以说这些坟墓每一个坟墓的占地面积都比他们的住房的面积大，所以说这真的是人鬼同屋。
大家看这个房子大概有100个平方。如果说不知情的话，到这里来确实有点吓人。但是看到这里有这么大一个小区以后，走到这里来，其实就没有怕的感觉了。这旁边也是有一个大墓的，这个坟墓也是占地100多平，但是这个坟墓它是没有进房子的，就只有这个房子，这个坟墓进房子了。所以说他们当初这样设计也是想楼下做坟墓，楼上就做人。你看它的那个柱子，好像跟我们平时修房子的那个柱子不一样。是一样的，只是说他这里想让它挑空嘛，然后就用这个 PVC 管来做的一个座子，然后里面的话全都是做的这种实心的座子，像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受上面砌房子的这个强度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你说到底是坟墓先埋在上面，还是这个房子先修建起来？先有坟墓后建的房子，我问过了。大家看，这里是一个小区，这是在半山腰的，这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房子就在这里，往这里这条路下去呢，就是一个繁华的小区，因为它是在一个特别繁华的地方修建的这个房子。你看这里面小区是全都是修建好的，是一个繁华小区，都是高楼大厦的。这些里面商店也有，小卖部也有，可想而知，这里面是这么繁华的一个小区，它的背后面居然是一个人鬼同屋的房子。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后面的那个房子，前面的这个小区的价格会不会下降一点？住的人还是挺多的。往这里上去就是那个房子了，真的让人感觉到很好奇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会自己和儿子一起同住在一个屋里面，旁边这些都是埋了一个坟墓，都没有修建房子，就只有这里这一栋房子是这样修建的。其实坐在坟里面的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忘记曾经存在过的人。还有就是大家怕的东西啊，反而是别人朝思暮想见到的人。现在呢，可能就只能是修一栋房子，想跟他坐在一起，有一种心理的寄托。